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表皮超级柔软、内馅香甜顺滑的卡士达面包。这款面包我们使用中种法来制作。先来制作中种面团。牛奶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到微温，但不超过40度的程度，温度太高会把酵母烫死。加入酵母化开，然后加入到高筋面粉中，边加边搅拌，再用手揉成面团。开始面团会有一点点干，没关系，我们盖上保鲜膜，让它醒5分钟。5分钟以后再来揉几下，面团就比较容易揉了，揉到大致光滑即可。盖好，在室温发酵1小时左右，直到体积几乎翻倍。然后转移到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面包的馅料——卡士达酱。2颗蛋黄中加入细砂糖。用蛋抽快速搅拌，打到糖溶解，蛋黄糊体积增大，颜色变浅，质地变浓稠即可。筛入玉米淀粉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直到看不见干粉颗粒。小奶锅中加入牛奶，如果有香草香精，可以加一点来增加香味儿。稍稍搅匀。小火加热至牛奶边缘起小泡泡，不要加热至完全沸腾，否则会起奶皮。然后缓慢倒入到蛋黄糊中，边倒边不断用蛋抽快速搅拌。如果牛奶加太快，或者搅拌速度不够，蛋黄糊容易被烫熟。到最后温度上来了，牛奶就可以快速的加进去了。把它倒回到小奶锅中，开小火加热，并且用刮刀不断的搅拌。尤其要注意锅子边缘的部分，是卡士达酱最开始变浓稠的地方，要把浓稠的部分不断搅进来。如果火太大或者搅拌不及时，卡士达酱可能会变成蛋花汤的。等到它变成这种比较浓稠的酱时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加入无盐黄油，搅拌至黄油融化。黄油除了增加香气，还可以给卡士达酱降温。把煮好的卡士达酱转移到盘子中，这样可以帮助它快速降温。贴面盖上保鲜膜，防止表面结皮，然后放入到冰箱冷藏保存，让它定型变浓稠。第二天我们来制作面包面团。这是我们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中种面团，不需要回温。把它撕成小块，加入到厨师机的搅拌盆中，加入高筋面粉、糖、奶粉、盐、牛奶。牛奶的量可以根据面团的吸水性稍微调整，还有全蛋液。根据你的厨师机选择合适的档位和时间进行揉面。每款机器厂家推荐的揉面速度和揉面的效率都不相同。没有厨师机的同学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进行手揉操作。第一阶段我们揉到像这样，抻开面团能够形成一个厚的膜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继续揉面。第二阶段我们揉到像这样，面团能够抻开，形成一个透光的薄膜，捅破薄膜，边缘呈现微微的锯齿状就可以了。最终的面团温度不要超过28摄氏度。如果夏天天气炎热，可以在揉面过程中停下来，把面团拿到冰箱冷藏或冷冻5到10分钟来降温。把面团整理成一个光滑的圆球，放到盆中，用保鲜膜盖好，室温醒发40分钟。因为中种面团已经发酵过1次，这里醒发的目的主要是松弛面团。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压排去大气泡，然后平均分成8份，每份60克左右。这里最好用厨房称来称量一下，确保每个面团大小一致。取出一个小面团，将不光滑的一面朝上方，向中间折几次，然后翻过来，再手心搓圆，底部捏合起来。所有面团整形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中间发酵20分钟，让面筋松弛一下，方便后面的整形。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取出一个面团，光面朝下，用擀面杖稍稍擀开，擀到大约15厘米长，边缘有小气泡把它拍掉。在中间放上冷藏好的卡士达酱
28克左右。接着把面团从下面折过来，小心地将边缘收口，捏牢。再用刮板切3个开口，这样我们的面包就整形好了。把整形好的面包放在垫了烘焙纸或者硅胶垫的烤盘上，彼此之间要留出充分的距离，避免粘连。把面包放在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，可以利用烤箱这个密闭的空间，里面放一碗刚烧开的水，再打开烤箱灯，发酵40分钟左右。如果利用烤箱发酵，要提前将面包拿出来，以便预热烤箱。将烤箱预热至190摄氏度。当面包体积明显增大，用手指戳一下面包表面，凹陷处可以缓慢的回弹就可以了。在表面刷上全蛋液，鸡蛋液要刷得薄而均匀，上色才漂亮。最后再点缀上几颗杏仁片就可以了。将面包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烤10到12分钟。面包出炉后，把它们转移到网架上，稍微晾凉就可以享用啦。卡士达酱真的太香了，在烤箱里就已经被它的香味所征服了，真是迫不及待要尝一个。面包超级柔软，而掰开之后，里面的卡士达酱香甜顺滑，口感如冰淇淋一般。做好的面包如果吃不完，可以拿到冰箱冷冻保存，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持面包的口感。下次吃之前，提前拿到室温解冻，就可以直接享用到和刚出炉一样好吃的面包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